这棵是番茄，这只蚜虫正慢慢吞噬这颗番茄，通过吸取叶液让它丧命。番茄奋力运用自身条件和化学抵抗，击退来袭的昆虫。但还不止这些，这颗番茄还释放出信号，让附近的番茄释放出自制的驱虫剂。植物不断受到攻击，它们受到的威胁从微小的真菌、细菌、小型草食动物如蚜虫、毛虫和蚱蜢，到大型草食动物如乌龟、无尾熊和大象，全都想一口吃掉这棵植物，摄取其中的丰沛养分，以及茎叶、果实和种子里的水分。但植物已经做好里里外外的万全准备来抵抗，让它们显得不那么可口，甚至有毒。植物的防御从表面开始，树皮布满了木质素，严密的化合物网络强壮到难以咀嚼，并且让病原体无缝可钻。叶子受到似蜡的角质层保护，能够驱逐昆虫和微生物。有些植物更进一步，运用能造成疼痛的组织来警告潜在的掠夺者，即针、刺，让大型草食动物知难而退。对付小害虫，某些植物的叶子用尖锐的细毛组织，称为毛绒。大红豆植株让芽变出小钩子，来刺伤坏虫和其他昆虫的脚。某些物种的毛绒也会散发化学刺激物。一株荨麻释放出含有组织胺和毒物的物质，让碰触到它的动物疼痛、发炎。还有些植物让草食动物啃下第一口才觉得痛。菠菜、奇异果、菠萝、吊钟花和大黄都会制造微小针状晶体，称为针晶。针晶会在动物嘴内制造很小的伤口，让毒物得以进入。含羞草有高超的策略，阻止草食动物来咬食它们。特殊的机械性受器细胞侦测到触碰，就从小叶片发射出电子信号传到底部，让细胞释放出带电粒子。充电的过程会将水抽出细胞，然后合起叶片，缩成一团。这个关闭的动作会吓跑昆虫，对大型动物来说，紧缩的叶片看起来也不太好吃。如果这些外在防御溃败，植物的免疫系统就会起身而战。植物不像动物一样有单独的免疫系统，相反的，它们的每个细胞都有能力检测并抵抗外敌。特殊的接收器可以辨识发出立即信号的分子，告诉它们有微生物或昆虫入侵的危险。免疫系统采取应对措施，启动防御机制。为防止更多病原体继续入侵，似蜡的角质层变厚，细胞壁变得更坚固。防护细胞紧闭叶中的气孔。如果微生物正在享用植物的某个部分，那些细胞能自毁来隔离感染。还生产对微生物和昆虫有毒的化合物，通常是针对特定威胁量身定制的。许多被人类用来作为药材、草药和调味料的植物分子，演化成植物免疫系统的一部分，因为它们抗菌或能杀虫。植物受到攻击的部分可以警示其他部位，通过运用荷尔蒙以空气传递的化合物，或甚至是电子信号。当植物其他部位检测到这些信号，会增加防御化合物的产量。某些物种，像是番茄，这种及早警报系统也会警告它们的邻居。一些植物甚至可以共组联盟，形成超强防御队，共同抵御可能入侵的敌人。被毛虫包围的棉花植株会在空气中释放某种混杂10到12种化学物质的化合物。这种混合物吸引能产卵到毛毛虫体内的寄生蜂，
植物可能没办法逃离攻击现场，或是用龇牙利爪击退捕食者，但有了坚固的盔甲、满满的化学兵工厂、相互照看的邻居和跨物种联盟，让自己不再轻易落入虎口。想要继续学习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。